文然，一泽，我们当真是在画卷里吗？若在下所猜不错，这应当是一处洞天。又是洞天，就像适龄葫芦里。差不多吧，但此地风和日丽，一草一木均与人间毫无差别。仅这一点，比适龄葫芦好太多。谢意大师真是太了不起了，眼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，实在让人大开眼界。你们难道不关心我们该怎么出去吗？对啊，哎，你们看那边，似乎有个人，看形态，应当是名女子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原来是尊石像。也太美了吧！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真是个笨兔子。美人嘛，谁不爱看？你看夷则，不是也看呆了吗？在下并没有看呆。这尊石像怎么可以雕得这么好看啊？连宫里头的妃子都没它好看，对吧，夷则？确实，屹立无双，堪称国色。2个字好看就能说完，你非要说8个字。你们快看，看腰间挂着的，像不像谢衣大师的眼甲蛋？确实是，只是花纹跟我的略微有所不同。谢衣大师痴迷眼术啊，没想到造一尊美人像，也不忘把眼甲放进去。哎，他动了。夷则，你说什么呢？石像怎么会动呢？夷则啊，好看归好看，眼睛眨都不眨一下，肯定会眼花的。不，他方才又动了一下，眼睛肯定眨了一下。夷则啊，哎，醒醒吧！大白天的做什么梦啊？石像怎么会动呢？果然如此。夷则，石像到底怎么了？这并非石像，若在下所猜不错，这本应该是个人，却被一种极隐秘的封印封在了此处。你是说，这不是一尊石像，是活生生的美人？既然如此，我们需立即帮他解封。好，在下这便试试。这是哪儿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醒来，没有看到你。嗯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都跟你说对不起了，你应该说没关系才对啊。无妨。无妨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没关系的意思。这还差不多。
可我们这一路遇到的姑娘，只要声音甜的，都是妖怪。你该不会是妖怪吧？妖？我才不是妖呢！我看你长得怪怪的，穿的也古古怪怪，你才像妖怪呢。好男不跟女斗，我忍。哎，姑娘，你是谁啊？你为什么在这儿啊？我是巫山神女。至于为什么被封印在这儿，哎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呀？你们又是谁啊？姑娘是巫山神女，巫山之阳，高丘之祖，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听不懂，不喜欢。我们这一路遇到小贼，遇到法宝，遇到妖怪，这还遇到个神女。神女姑娘，我叫文人宇，是百草谷天罡。这位呢是夏夷泽夏公子，这位呢是岳无义。我们是一不当心进来的。你呢？你为什么被封印在这儿啊？我为什么在这儿？奇怪，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想不起来。那姑娘为何会在谢一大师的画卷之中？谢一哥哥，对了，我记得我有事情要找谢一哥哥，他在哪儿？你认识谢一大师啊？当然认识了，谢一哥哥在哪儿？神女姑娘，其实我们也在找谢夷大师，只是我们目前被困在画卷里了，不知该如何出去。你可有法子？当然啦，太好了！可我又不认识你们，为什么要带你们出去？说不定你们是坏人，背着谢一哥哥来做坏事的，所以才不知道怎么出去呢。姑娘，我们并非……并非什么呀？才不带你们出去呢！神女，神女请留步。你们跟着我干什么呀？仙女妹妹，我们真的不是坏人。再说了，你不是也要出去吗？那我可以不带你们，自己偷偷出去啊。那我们可以盯着你啊。那我等你们睡着了，我再偷偷溜出去。你一个人，我们3个人，我们可以轮流盯着你啊。神女姑娘，你的眼甲弹可否借我一看？我凭什么要给你看呀？这个是谢一大师留下的吧？我不记得了。请神女姑娘相信我。这枚文章是谢一哥哥的，你们真的认识谢一哥哥？当然了，我们看上去像骗子吗？你还真琢磨呀？你瞧，我们这枚眼甲弹也是谢一大师给的，这就说明我们跟你一样，都是他的朋友。好像是挺有道理的。好吧，本仙女就相信你们一回。你们站好了，我这就施法带你们出去。
的出来了。谢意哥哥，这些阴灵被封印之后，是不是就再也无法入轮回了？这也是无奈之举。愿这些亡灵早日得到安息。哎，怎么不见夏公子？哦，刚才咱们出来的时候，一泽好像看到流月城的祭司，就去追了。他说到时候我们在月泉村直接会合就好了。谢前辈，你找到这枚指环，有没有想起什么？这枚指环若真是我苦苦追寻的那枚指环，为何我看到它却毫无记忆，甚至都不知道它有何用处？谢意哥哥，能不能让我看看这枚指环？哎，怎么会发亮呢？阿软姑娘，你怎么了？阮妹妹，怎么了？于七，这个小丫头竟能令她复苏，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于七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神剑昭明剑柄在此，尔等竟一无所觉，庸碌之辈何所与谋？神剑昭明？昭明崩碎之后，便不知其踪。不想其碎片之一竟沉睡于捐毒，且其力衰微至此。神剑昭明与寒光同出一脉，吾见之如见弟兄。为什么流月城的人会以为我知道昭明剑的所在呢？于七前辈，昭明剑究竟有何厉害之处？昭明乃是天皇伏羲下令所铸神剑，具大异能，可斩断世间一切的灵力流动。斩断一切灵力流动，那岂不是能灭尽世间一切法力连结？不错，这正是昭明之力。奇怪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小姑娘，你究竟与神剑昭明有何渊源？是这个剑柄吗？若你与神剑昭明无甚关系，他绝不可能如此。可我真的不认得他呀。不认得？小姑娘，吾在剑中分明听闻，你是神龙座下的巫山神女。对啊，我就是巫山神女啊。你区区一介灵体，怎么可能是巫山神女？你胡说八道，我就是巫山神女啊！上古仙神之力何其广大，怎是你所能比拟？你少看不起人！灵体，前辈，若阮妹妹不慎被昭明所伤，岂不是？不错，届时她的灵力将被打散，恐怕永难复原。文人姐姐，你真的相信他胡说八道啊？我也只是猜测而已啊。望前辈不吝赐教。若阿软姑娘不是神女的话，那她又是何灵体所化？无一介剑灵，又如何能够全知万事？你们若想知道究竟，何不问她自己？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？你们真相信他胡说八道啊？仙女妹妹，不管于七说的是真是假，你以后还是少接触昭明剑柄，以免被他所伤。我真的就是巫山神女，我才不是什么灵体呢。要不然，先把这昭明剑柄放在仙居图里，等我们安定下来，再慢慢研究。如此也好。好凉快啊！突然降温了，这莫非是九幽冰魄？
正是，此物可使我们耐受住火龙的炙热之气。西姐姐，你刚才已经消耗了不少法力，不如这次就在外面等我们吧。看守此地封印是我的职责，我必须随你们一同前去。既然如此，九幽冰魄便交给在下来施法催动吧。你，在下在太华山修行多年，善用寒冰灵力，愿为前辈代劳。原来是太华山弟子。走吧。符印就在下面，毒兽匪的尸体也在其内。那我们走吧。等等，怎么了，前辈？符印可能正在休眠，若是能不惊醒他，视为上策。一旦交手，还请诸位小友手下留情。请前辈放心，我们一定多加注意。走。这么安静，看来他真在休眠。不要说话。来人！来，走！胡一，胡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二软。这样打下去并不是办法，请几位为我护法片刻。李泽，你要干嘛？李泽，你没事吧？天剑降魔，果然非我所能驾驭。我没有灵力助一泽。
妙华，你甘冒奇险，带这几位小辈进入岩洞，定有要事吧？将军，你还记得烈山部吗？当然，烈山部是相助神农补天的上古神医，后来长居流月城中，由于伏羲结界所限，恐怕此刻还漂浮于北疆上空吧。福音前辈，流月城已和魔族同流合污，在人界四处投放了能够吸食人之七情的榉木枝。这100年以来，他们毁掉了很多地方，戕害了数不尽的无辜生灵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杀害了我们的朋友。烈山部被困在流月城中，又怎么会与魔族合作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总之，烈山部的后裔现在正准备从流月城前往下界。他们与心魔合作，是为了以魔去熏染自身，来抵抗人界的浊气。饮鸩止渴呀！神农神上现在何处？他为何置烈山部于不顾？难道伏羲也眼看着人界生灵涂炭？自1000年前，人界已再无神农神上的踪影，而这些年来，我的修为大减。天界对此刻的我来说，已是遥不可及。这么说来，你们是想用昭明神剑破开伏羲结界？不仅如此，心魔无形之物，唯有昭明剑才能将其彻底铲除。烈山部是上古神异，其体魄和灵力都强过凡人100倍。心魔更是魔域中最强的种族之一。就凭你们几个人，便要对抗流月城，恐怕是以卵击石。这种事啊，总要有人去做的。虽然我们凡人的力量渺小，但也不能坐以待毙。以我们的性命换取人界一丝生机，值得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便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多谢前辈。跟我来。这便是毒兽肺。昭明之影就在他的尸骨当中。姑娘，且慢。虽然神农神上的封印使得毒血无法扩散到山体之外，但是兽骨周围的土地皆因毒血浸泡而变得剧毒无比。仙体接触毒血，尚且会变得和我一般凶煞狂躁。你们凡人只要轻微触碰，便会顷刻丧命。我懂得避毒之术，不妨由我为大家取出昭明之影。妙华，你以为我耗尽万年修为，根本无法抵御毒血的凶煞之力？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你们都无法靠近毒兽的尸体，只有我可以。你怎么去？我自有办法。当时没能陪你看迎风花开，想来仍是遗憾。将军，你要做什么？我体内毒血未尽，已经压制不住毒血的反噬，只怕片刻间又要丧失神智。妙华，你陪了我数千年，我不希望你再遥遥无期地等下去。
这是迎风花。此生无遗无憾，只是欠你太多。百年扎根，只为一朝吐蕊。我如迎风花般，得偿所求，不负怨怼。忘了我，重新修行，回天界去。将军，你既然自觉亏欠我太多，那便不可敷衍了事。我要与你立下一个约定：你带着这朵迎风花前往轮回之境，下一生不管你去哪儿，只要带着这朵迎风花，我便会找到你。好，我在下一世等你。这便是昭明之影，为何会是这般形态？昭明之影似乎被封印住了。封印，那又如何解开？于七，于七，无意不知，小子，不妨让那个女娃试试。昭明之柄，不就是因她而解封的吗？你说女娃？仙女妹妹？那就让我试试吧。二软姑娘，二软姑娘，软妹妹，仙女妹妹，软妹妹，二软姑娘，仙女妹妹，二软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二软姑娘，小哥哥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，不然我就扭断你心上人的脖子。
臭妖怪，你赶紧放了他，否则我杀了你！哎呦，小哥哥真是太凶了，奴奴好怕哟。你想怎么样？你不懂这深海里的寂寞，总能飞天遁地，与天齐寿。若身边无一个可心的人相伴，日子也是了无生趣。拜托，我是人，我不能陪你与天同寿的。哼，小哥哥当真有趣得很。你放心，若你活着，奴奴好生伺候你，让你欲仙欲死；若你死了，奴奴再找一个便是。什么玩意儿？我若是不答应呢？不答应，那我就先杀了他。哎，不要！你别伤害他。怎么样，小哥哥想清楚了吗？奴奴可没太多的耐心。好，那你赶紧过来，让奴奴好生看看小哥哥。不要，你闭嘴！不要，闭嘴！不要！闭嘴！不要！闭嘴！不要！小哥哥，抬起头来，看着我的眼睛。小哥哥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说你永远陪伴我，顺从我，只爱玉莲一个人。我岳无意永远陪伴你，顺从你，只爱。温然，怎么样？没事。仙女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怡泽在船上等了半天，也不见你们回来，担心你们会出事，我就让怡泽看着包子号出来找找你们。哟，今天我这水晶宫怎么了？怎么如此热闹？你这个丑老妖婆，竟然敢欺负小叶子和文人姐姐！哪儿来的臭丫头？老娘花容月貌，瞎了你的狗眼！花容月貌，没事儿吧？文人姐姐，她是不是从来都不照镜子啊？我今日就替天行道，替老天收了你！
我们的灵力都被老妖婆项链上的宝石吸光了。没用的，奴奴有法宝在手，就算你们来1000次，也是一样的。莫非那个就是昭明之光？你说那个发光的宝石，就是昭明之光？嗯，我刚才在来这儿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小海鬼，他告诉我此地就是从极之渊，这儿有个老妖婆，她身上有件法宝，能把所有灵力吸光。对了，小叶子，你不是说你那个灵力什么一到这儿就完全不起作用了吗？照你这么说，好像是真的啊。既然如此，今日就算这个老妖怪倒霉，我们两个先上。祝你下辈子生得花容月貌吧。阿软，阿软，任妹妹，仙女妹妹，你醒了。你怎么样了？来，
我没事。仙女妹妹，你是不是最近鸡腿吃的少了，所以连打架的力气都没有了？是啊，都怪一泽，总说吃的太油腻不健康，我都好久没吃到鸡腿了。为何阮妹妹每次都会与昭明碎片产生共鸣呢？这恐怕并不是巧合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刚才做了一个有关昭明的梦。什么梦啊？我梦见昭明的3块碎片忽然飞到我手中，然后就变成了昭明神剑。什么？仙女妹妹，你能合成昭明碎片？这难道是昭明？难道？小叶子，你把昭明碎片都拿给我，让我试一试。啊！阿软，阿软，不能莽撞，你才刚刚苏醒，绝不能再妄动灵力了。没错，仙女妹妹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其实，在梦中，我能清楚地感觉到，昭明碎片，他们似乎很想亲近我。亲近你？他们不会伤害我的，你们别担心了。那，要不试试？一泽，没事的。我们千辛万苦寻找昭明碎片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？阿软，你要答应我，若有丝毫不适，就立刻停止，知道吗？昭明，果然和我梦中所见一模一样。于七，昭明，没想到时隔万年，我还能再见到你。于七，你别那么激动嘛。剑凝流光，锋刃若雪。出霞影风云惊怒，挥鞘沉3尺碧拳。当年，此剑终夜筑成，
四野精华皆为之夺。盈盈辉光，漫天流溢，宛如寒夜翠纸，旭日初升。伏羲惊骇难已，见此剑璀璨，如同金乌凌空，便唤之昭明。昭明啊，昭明！有生之年，我总算见到了你。雨倩，我以前好像听你说过，你跟昭明的铸剑师相熟。算是吧。既然如此，敢问前辈，为何阿软能重组昭明碎片？之前我便觉得蹊跷，至今仍不知其中详情。多谢前辈。可惜这剑心已不知所踪。若无剑心，这昭明就如无源之水，力量不及当初1%。还有剑心？剑心才是昭明剑真正的力量来源。你们找到的，只是昭明剑身罢了。剑心。一泽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啊？大家有没有察觉，这里弥漫着一股哀婉的灵力气息？一泽，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一泽，你说嘛？这尊石像，以及这周边的布局，还有哀婉的灵力。若在下所猜不错，这应当是一座木塔。一泽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地方是一座坟墓？也就是说，这里是我死后住的地方。我果然曾经死掉过吗？不会的，软妹妹，过去的很多事你都忘了，或许木塔里是别人呢。我记得很清楚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一石一峰，我都这样熟悉。我还记得，当初偷跑到巫山上玩，被神农神上发现后，气得吹胡子瞪眼的。阿软，我们能看见你，听见你，能触碰到你。你明明活生生的，好好的，不要怀疑。阿软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，阿软？仙女妹妹，你能看懂石碑上的文字？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阿软，这上面的文字我也认不太全，大概意思是说，我巫山神女喜欢上了仙人思幽，向思幽表露心意，
可惜思悠却不肯回应。没过多久之后，巫山神女就怎么了？就死去了。什么？真的死了？我真的已经死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阿软，你看，这上面还有很长一段文字，要不先往下看，或许还有别的解释。可惜，这上面大部分的文字我都记不太清楚了。于七，这是上古之时神农所创的天界古语。天界古语，莫非就是师尊曾提及的上古诸神所用的文字？不错。于七，这上面的文字你认识吗？待无一事。原来竟是如此。这上面写着什么？快告诉我！这块石碑上还残留着雕刻者的一丝神力。祷文的内容，你们自己听吧。生者有时尽，逝者永难追。这茫茫浮世，万物皆有尽期，生老病死，悲欢聚散。纵是仙神，又何曾例外？声音是从石头里传出来的。可这个声音又是谁的呢？这个声音，我记得，这是神农神上的。当年天竺倾覆之灾初平，大地圣灵凋敝。帝皇女娲以土为质，将命魂牵引其中，新的人与兽适才诞生。然大地生灵无穷无数，即便女娲神力广大，亦不免渐生疲惫。于因此而希图另谋创生之法，虽以辟邪之骨制造一具仙人躯体，却始终无法使其具备情志。此时恰逢神剑昭明崩碎，而机缘巧合之下，于察觉其剑心似有化灵之兆。剑心，昭明剑心，难道是被神农拿走了？小子稍安勿躁。可惜剑心业已碎裂，不复当初。于向伏羲索取剑心，以神力将其拼合，并置入仙人的体内。仙人自此方有知觉七情，亦如常人。因其常往下界游玩，游喜巫山山水，故获赐名巫山神女。什么？我们要找的剑心，就是仙女妹妹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如果阮妹妹是剑心的话，于七前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吾是神剑昭明的铸造者，若阮丫头是剑心的话，吾早就察觉了。如果我不是剑心，那剑心在哪儿？要是找不到剑心的话，那我们……仙女妹妹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找剑心啊？先听神农把话讲完。神女毅力聪慧，深得众仙神喜爱。可惜以剑心代替魂魄，违逆自然天道，并非长久之计。或因心绪起伏，神女体内剑心重有四散，于百般不救而不得，终究只得坐视其衰竭而亡。弹指之间，令其诞生又复夭折，历经世间诸苦。
可见仙神若有一念之私，便将贻害无穷。神农神上到最后果然后悔造出了我吗？阿软，神女寂寞，余念及其生前留恋巫山草木，便将能回溯记忆的3世镜封入此石，佐之神力，以神女生前种种意念为基，于巫山山体内修成神女墓。念之愿其死复生，东流万代无回水。予以一线神念驻留此地，愿同经历桑田沧海，以全心头憾恨。背负世间生死，百身莫待，万劫难数。如无魂无魄，难及全相，未知归于何处。如若有灵，可愿相告。上下无女。这就完了？那阮妹妹是谁？按祷文上说，巫山神女早就已经故去了。3世镜，3世镜能回溯以前的记忆，或许我能从中找到答案。阿软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还是不要去追寻答案了，好吗？我们这就离开此地，天涯海角，总有我们的容身之处。你是谁，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现在好好的活着，对吗？我们好不容易走到这里，况且我也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谁，而且还有剑心的下落，我不想放弃。能有你们陪着我，我心里一点也不害怕。不管答案是什么，我都能承受。怎么了？原来是这样。阿软，你到底看到了些什么？我们进木塔吧，答案就在里面。但是，不管一会儿看到了什么，请你们都不要害怕我。这是最后一个秘密了。能和大家一起走到这里，真的是很难得的缘分呢。能认识你们，我很开心。走吧。
这些是人还是草啊？怎么都和阮妹妹长得一模一样？这些是鹿草。鹿草。孤瑶之山，帝女死宴，其名曰女尸，化为鹿草。当年神女归葬巫山，剑心也随之葬入神女墓。10年久远，剑心逐渐碎裂，无数残片向外散出，其中有些落地生根，变成了鹿草，吸纳天地灵气，多年以后幻化为人形。每一个鹿草变成的人，都和神女长得一模一样，并灵星继承了她的记忆。很多年前，突发了一场大地动，神木结界开裂，水流倒灌而入。有一枚剑心碎片从神木顺流飘到了巫山水边，在漆黑的水底待了很久，才变成鹿草，开始拼命汲取周围的灵气。有一天山洪爆发，将它冲到陆地上，生根发芽，最终化为人形。而这枚剑心碎片，便是我。什么？可惜鹿草一旦幻化成人形，积存的灵气便会开始慢慢逸散。等散到不足以支撑幻形，我就会重新变回鹿草。也就是说，只有等到100年之后，汲取了足够的灵气，鹿草才会再次幻化成人形。遇见谢衣哥哥，已是我第3次化作人形了，而且因为没有灵力支撑，连变成人时的记忆也很难留存下来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可有补救之法？小子，若剑心完美无瑕，昭明又为何会崩碎？这其中的动荡，早已是注定之事。阮丫头，当年昭明出城，我便隐约察觉剑心似将化灵。那是我朝思暮想，既与剑灵见上一面，却始终未能如愿。没想到，过了这么久，终是见着了。可我不是剑心，也不是巫山神女，我只是我是阿阮。阮丫头，吾明白，吾虽助出昭明，但却帮不了你。还有那些鹿草姑娘，古时铸剑师视剑如子，在吾眼中，你们都是吾的孩儿呀。其实剑心碎片化灵，还能变成人，本来就是奇迹啊！既然是奇迹，又怎能一直延续下去呢？之前2次幻化成人，连巫山都没能走遍。这次能走这么远，还能遇到大家，上天已经待我不薄了。
难怪阮妹妹每次施法后都会晕倒。既然知道自身灵力散逸，为何不肯告诉大家？是啊，早知道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让你频繁使用法术了。哎呀，你们别唉声叹气了。自从有了绝薇长老赠送的玄血藻晶，我的灵力散逸已经变得很慢很慢了。说不定啊，我比你们都活得久呢。阿软，小子们，真木塔几经变迁，没有坍塌已属不易，此处不宜久留。有再多话，等拿到剑心返回路上再说吧。好，牧师就在前方，剑心就在里面，我们快点过去吧。那个在梦中一直叫我回来这里的人，就是你吗？我回来了，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阿软，逝者已矣，勿要伤怀。对不起，我们要把剑心拿走，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请你不要生气。还有，能见到你，我很高兴。雨倩，这些发光的碎片，难道就是昭明剑心？没错，当年昭明剑心碎裂之后，被神农以神力重新拼合起来，相距数千年，只怕神农神力早已衰竭，剑心自然不复其形。不过，这些散落的碎片并非全部剑心，剑心的主体，想必仍在神女体内。如此，玉姬前辈，这些碎片能否破开伏羲结界？若只有碎片，自然不行。但我可以试着将这些碎片暂时凝聚。
小子，寒光拿来。干嘛？怎么？难道你是要将昭明剑心放入寒光之内啊？剑心，自然是剑中之心，把它放在寒光里，最合适不过。况且，这样一来，寒光也拥有了斩断法力连结之效。可是，一把剑里面有2个剑心，玉器，说不定对你有所损害吧？玉姬前辈，无意说的有道理，你切莫冒险。你们也太小看我了，10天半月，我还是能压住昭明剑心的。寒光拿来。寒光。昭明啊，昭明，老伙计，咱们总算又碰面了。玉期，你还好吧？我好得很，我只取了大约1/4的剑心，用以破开伏羲老儿的结界，应无问题。小子，寒光拿去。哎，玉期，寒光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轻，用起来毫不费力？昭明之力正补足了寒光所缺，自然不需要再耗费你的精气。何况你也今非昔比，勉强算是配得上寒光了。玉期，真会说话。太好了，我们这趟总算没白来。小子们，我走了。